这种黑黑的都正常的吗？这个叫做绿衣，绿衣，火腿穿绿衣，它就好吃。不是，火腿肉若不穿绿衣，它就不好。它黑中泛着绿，绿里透着黑，看上去是令人挠头的黑暗食材。很多人却在品尝过一次后，对它念念不忘。当然，我也不例外。在味觉神经的支配下，我2度到访这个群山环抱中的奇特村庄。说它奇特，可是一点也不夸张。这不，民宿老板居然派了一匹马来接我。村里头现在就是你们像家里要啥东西也是骡子驮上去啊？是的嘛。是的，会不会感觉不方便啊？我们习惯了吧？习惯了。像你们村里是很多人家里都有骡子吗？还是只有少数几家有？少数几家。少数，就是别人他们如果也需要就给你打电话是吧？看着马驮着我的2个行李箱，说实话有些心疼。但是没有它，我今天可能都进不了村子。在村村通公路的今天，诺邓村由于坐落于山坡之上，村里的民居大多属于百年古建，格局千百年来都基本没有变化，所以至今骡子和马就是村里唯一的运输工具。看在我第2次来诺邓的份上，连马都不拿我当外人。他拉粑粑了，这太突然了。赶马的叔叔虽然头发花白，但是也走得比我快，这让我不禁疑惑，在很多自然条件比诺邓村优越的乡村，大多面临着人口外流逐渐衰败的现状。诺邓村位于山窝窝中，耕地不多，村子里还没有公路，这里生活在外人眼中应该是不算轻松的，为何依旧焕发着活力呢？像叔叔你们家这种还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多不多？多的。那主要是以什么为生？做生意啊？有些是做旅游那个当开站客栈。像种地啊。年纪大了。骡子的话，一个月能有个多少钱的收入？不一定，一天1趟2趟不一定。一天。那一个月反正也有几百块钱啊。以前是这里就出野嘛，就是扛那个柴火烧。抢柴火。我现在就背着一个包上来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。还好有骡子，这个骡子相当于是村子里的一个运输队啊。村里面需要什么东西，都是骡子拖上来。以前出了2个进士，5个举人。上百个秀才，就是咱们诺邓村。对。哇，好厉害！1000年前，云南省还不叫做云南，大理市也还不叫做大理，而诺邓就已经是诺邓了。村名千年不变，运输方式千年不变。这次来诺邓小住，主要是要来体验一下，在千年古村里和100年前的古人住同一间屋子是什么样的感受。这是我昨天晚上住的一个客栈，订房的时候啊，我看到说是100年老宅，但是昨天晚上入住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也没有好好看一看啊。今天早上天刚亮了，我就起来逛一下。这白天看起来是非常古色古香的，这就是那个老房子的一个天井改成了一个小的公共区域。先看看我昨天晚上住的房间啊，像这个房子的这些木质的部分、结构的部分都是老的，都没有改动过的。像房屋里面的这些木料啊，能看得出这些都是新的。这是我昨天晚上住的一个房间，这房间是上下2层的一个格局。像这个房子的墙啊，还有这些木质的结构啊，像这些梁柱的结构都是老的。这个100年老宅啊，我住在这儿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有2扇窗户，从这个窗户呢可以看出去啊，看到外面的屋檐，还有远处的大山。早上起来这个风景非常美，外面就像是一幅画一样，特别的舒服，特别宁静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住在这种100年老宅，住在这种古村里面，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份很安静的感觉。这个横梁看上去非常的粗大，然后上面的还有一大块的非常大的一个木质的雕花，
这些都是有100年历史的老的这个材料，就是他们装修翻新也没有更换过的，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种老宅。这个地方就是以前老房子的一个堂屋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那种像这种条桌啊，然后这种门窗的结构布置都是老式的，就虽然它现在作为一个客栈了，也没有做大的翻新和改动。然后我看到这个顶上啊还有一个燕子窝，所以说住到这儿的感觉呢，就是既有那种农家小院很质朴的感觉，很放松的感觉，又有住酒店的那种很舒适的感觉。我之前是没有住过这种100年老宅的，第一次住啊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1000年之前，诺邓因产盐而兴旺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盐早已不是稀缺资源了。无数个曾经和诺邓相似的农村，人口流失，逐渐衰败，甚至整村荒废。那这个1000年古村又是怎样留住村民，并让他们在这个不那么便捷的地方生活得有滋有味呢？除了发展旅游、开客栈，还要归功于视频开头的那一道貌似黑暗料理的神奇物产——诺邓火腿。哇，一进来就闻得到那种油的味道啊！对，像诺邓是不是每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房间，然后都来装火腿？要是他自己养的猪，他就不会饲料，好吃些，好一点。那街上买的猪，那么就喂饲料的饲料猪，那个就不一样。现在多半火腿是街上买来火腿自己加工的，那就是不是真正的肉的火腿。一定要用就是自己养的那种土猪才好一些，不喂那个饲料的就喂那个玉米，喂出来的猪肉它就好吃。它这种黑黑的都正常的吗？很正常的，都正常的啊。这个叫做绿衣，绿衣，火腿穿绿衣，它就好吃。不是火腿肉若不穿绿衣它就不好。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诺邓火腿，因为今天我吃的是这个炒的火腿啊，我让老板给我炒一份偏瘦一点的诺邓火腿，它可以炒着吃、煮着吃。最特色的吃法就是生吃，生吃的诺邓火腿需要是腌制3年的才可以生吃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吃的呢，一般都是2年的。诺邓火腿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是用那个诺邓产的诺邓盐给腌制的，整个腌制的过程呢，都是用盐把这个腿都包裹起来的，所以说这个诺邓腿的风味呢，它是具有一种很鲜甜的味道。试试看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选的这种是比较瘦的，吃到嘴里头会有一种回甘的一种感觉，就像喝茶喝到嘴里面之后，过一会儿嘴里面会慢慢泛起一种很香甜的那种感觉，它并不是真正的甜，它是一种回甘的味道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？真的很好吃。这种肉啊，看上去比较瘦，如果没吃过的人会觉得这个火腿会很干很咸，其实并不会。真正做得好的诺邓火腿，它吃上去是并没有特别重的那种盐味的，吃上去有那种肉的那种香味啊，非常的回味的那种感觉。好肉好菜，配点酒，来点37度的菊花白。这个肉的香味回味跟这个菊花白的香味在嘴里面混合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。村里的古盐井与诺邓村携手共行，穿梭1000年。虽然盐早已不再珍惜，但这1000年不变的滋味为诺邓火腿注入了灵魂。它油香饱满，清甜回甘，哪怕售价1000多元一条，也常常供不应求。村民们依靠售卖火腿、旅游接待，寻找到了一条有些迂回但质朴无华的生存之道。这个1000年古村，这片100年古宅，也得以留存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在纷繁复杂、车马喧嚣的今天，默默输出着陪伴与舒缓的力量。